这是一把东洋武士刀，它全名叫水欧派破浪刀，刀颈一刃，曲度微往上翘，刀口精心打磨，十分锋利，刀刃锋利斩骨，不伤刀锋，在水中决斗更能发挥优势，亦可两刀组合成大砍刀，凭此一人即可团灭数十人，开局即王炸。刑部第一刽子手戴子郎必须得对3岁小孩行刑，但武士只能遵从幕府命令，斩首叛国余孽，但这却让戴子郎因此陷入巨大的灾祸和阴谋，而他面对暴风雨的唯一方式就是一刀破万物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这天，戴子郎回到家中，发现妻子最近脸色不好。妻子称丈夫斩首的冤魂索命。戴子郎并不相信怪力乱神，然后便带儿子去佛堂拜祭，要从小培养儿子独立精神。负责人正在佛堂冥想，外面依稀有和尚敲钟声音。戴子郎突然听到老婆哀嚎，他带着儿子急忙前往查看。接着佛堂被人放上了东西，戴子郎的妻子已奄奄一息，他急忙上前查看妻子情形。妻子临死前还念着孩子，这一切到底是谁干的？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当戴子郎发誓为其报仇时，柳生家族此时恰好登门，而他们带来的是一纸搜查令，称有人以死进谏，他想谋反，而证据就在他家的祠堂中。戴子郎只能带他们前往。这边祠堂的门一打开，里面赫然摆放着将军家灵位，这让戴子郎坐实了造反之说。戴子郎却是察觉出不对劲，他指出这是柳生家族的陷害。在幕府底下有3大势力，一个是间谍组黑樵忍者，一个是暗杀组柳生家族，最后负责斩首的刑部由戴子郎作为最高统领。而柳生家族分为明暗柳生，来人祖父正是暗柳生画事人。柳生家族问责是假，来杀人夺权才是真。既然都这样了，那也只能开打。当即有2名柳生门徒被砍死，死去的人打乱了供奉的灵位，外面的人直接就包围了他，可真是谁挡杀谁，勇猛无比，挥刀便一边格挡一边杀人，边打边跑，很快到了河边。戴子郎每一刀都是干净利落，很快便只剩下了1个来人，接着2人便双跳入水中。岸上，柳生长老大呼不妙，戴子郎乃是水欧派顶级高手，一旦入水剑术将发挥到极致，高手对决胜负只在一瞬间，从入水就注定了胜负的结局。戴子郎大声呵斥柳生列堂，为了柳生兴旺，大肆陷害忠良，戴子郎要与这老头单挑一局，孰料老头声称他只奉旨杀人。戴子郎发誓绝不放过柳生，明柳生是洪水，暗柳生是火海，即便水火夹击，他也绝不退却。戴子郎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决定儿子的生死去留。他看着还尚且年幼的儿子，终于下定了决心怎样去做。他给了儿子2个选择，选择剑和他一起复仇，选择线球去地府找娘亲吧。年幼的儿子舍弃了线球，死里逃生的选择了武士刀。他抱着儿子决心一起复仇。第2天，幕府的命令就杀到了，命令戴子郎和儿子切腹自尽。他刽子手职位柳生家已得，这就是时代的残酷性吗？来人很满意戴子郎的态度，但是戴子郎却是一脸嘲笑，告诉他们他会杀出鬼门关，毕竟他不是束手就擒的人。接着便将信封切成碎片，来人赶紧招呼包围起来，毕竟其他人都是乖乖等死，不允许有脑子的人存在。戴子郎压根儿不跟他们废话，这里根本没人是他的对手。戴子郎带着儿子冲锋，即便是这样也是所向披靡，众人都不敢上前阻拦他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一路拼杀而来，给这个没眼力劲儿的人一刀，直接就连人带门一同斩断。门外柳生列堂带人等着了，用君臣那一套让他们切腹自尽，如果拒绝，那么柳生来动手，还炫耀他们已取代他地位。但是戴子郎可不是个傻子，柳生家族的剑阵难以突破，长老也对此剑阵颇有信心，但是戴子郎早有准备，他穿着魁威官服面对挑战，这让柳生家不能刀剑相向，列堂无法只能提出来决斗，如果他赢了就放他离开。而拜一刀接下来的操作可谓是亮瞎眼球，风吹麦浪，广袤农田正是决斗好地方。戴子郎正对阳光，而柳生不会受到光线影响。围观的柳生长老内心大定，旗鼓相当，占地利者赢。2人都向着对方冲了过来，但戴子郎却突然扭头，柳生武士顿时被晃了眼，下一秒他就被戴子郎斩首。孩子脑袋上赫然是块镜片，戴子郎赢回一条命，从此便带着儿子浪迹天涯，随时应对
对柳生家族的追杀。为了养活孩子，他选择当一个赏金猎人。这天大雨滂沱，一名武士上前拦住了他。他们并非来决斗，而是想让带子郎当刺客。带子郎开价便是500两。很显然，来人觉得他值得，来试探的人被一招斩杀。这名武士也终于放心了。原来武士的主人身为嫡系，即将被旁系的人夺权刺杀。主谋山户邀请了刺客，集中在香森温泉地带。而在2天之后，山户便去香森温泉商议，带子郎便推着乳母车，带着儿子赶往香森温泉。他要做的是等待在那里，还不能暴露目的，毕竟真正的刺杀目标是2日后到来的山户。父子来到香森温泉的地界，此处地处偏僻，动物颇多。他推着乳母车到了桥上，便见一人被追杀坠崖了。2名一看就是坏人的浪人，这时也发现了带子郎父子，二人还想斩断桥绳摔死他。刚一刀，桥头便被他们盘查，带子郎的宝刀也被收走。虽说带着孩子泡温泉，这是比较常见的事情，但是带子郎的武士装扮还是引起了这些浪人怀疑。他们排聚在香森温泉，对过往的客人都盘查个遍，但是带子郎装成一副根本不会武功的模样，面对飞镖竟然丝毫不躲。本来已经打消了他们疑虑，但是一人评价他武功很高，这让试探他武功的人生气。那人说带着孩子不足为惧，浪人上劲儿了，非要去试试他。即便老大发话了，他也不能忍受被人欺骗。老大总觉带子郎眼熟，浪人们将他警告了一番后，将父子2人送进温泉小屋。屋内有多名来泡汤的客人，孩子突然跑向前去，爬到一个软垫上便睡着了。而此时这浪人要试他武功，浪人非要和他决斗，可无论他怎样殴打带子郎都强忍着不还手。浪人准备用孩子逼他动手，却被一名妓女给拦住求情。他让妓女当众接客带子郎。武士是最注重名誉的人群，是绝对不会公然嫖妓的。带子郎就范了，便不是武士。如果妓女不肯，便要杀了他。此时带子郎却出言相救。带子郎为了救妓女的性命，舍弃了所谓的武士的尊严，毕竟已经被幕府舍弃，武士道早已化身战鬼之道。2天后，山户一行人到来，他们立刻准备劫杀少藩主，详细布置好了动手的地点。此事的酬金是1000两银子，而且他们还准备了火枪，让浪人动手是为了避嫌，毕竟事主之人可是逆贼。临走的时候，他们召集了温泉村的村民和旅客，浪人头目告知温泉村民，如果泄露秘密会杀他们。但为了防止秘密被泄露，他们准备将旅客全杀死。有3名武士上前跪地求饶，但是浪人土匪不为所动。其中1名武士带病之躯，宁肯自杀，请求帮助斩首。浪人头目突然察觉不对劲，看着刀，终于想起了带子郎。正当他疑惑带子郎的去向，带子郎推着乳母车出现了。浪人还想上前挑衅带子郎，浪人头目极力阻拦他犯傻。带子郎给他一刀，来个痛快。这货到死没想明白为什么带子郎又组合他的大长刀，这人没撑过1个回合。眼见带子郎连斩2人，这用奇门武器锁链的家伙暂时用锁链禁锢住了他。带子郎将刀身一分为2，直接上前利落的结果了他。接着众人开始围攻带子郎，但是来就是送人头啊！带子郎开启了千人斩模式，杀的那叫一个顺溜丝滑。终于轮到了浪人头头了，这人求饶也求得很有技术，所以带子郎给了他个痛快。山户一行人闻声赶来，2名武士摆出武士的架势，一记回旋斩又是2个人头。此时的山户冲过来，带子郎按照规矩报了家门，一怒之下就2发子弹射出，带子郎翻身飞跃，一记月半斩就送走了山户。剩余1名歹人想跑，被他的剃刀飞身拦截，然后就给他痛快的一下子。和尚依旧在念着他的经，围观的众人渐渐向他靠拢。妓女崇拜着看向带子郎，带子郎默默接过了孩子，没有跟他说话，扭头便走了。父子继续踏上前进的道路，同时也带走了妓女的芳心。父子经过来时的吊桥，妓女还是跟上了他，但是带子郎砍桥威胁，终于还是清清静静的走了。本片是带子雄狼第1部，带子雄狼拜一刀的形象在当年轰动日本，从漫画界打到北美影视界，其惊险紧张的情节体验和暴力美学的畅快可谓是见所未见。紧张的情节体验，本集花费了大量的篇幅交代拜一刀的身世职业，以及他如
何遭柳生陷害，走上杀手之路的过程。虽然故事是介于主人公触景生情回忆往事，却不同于常规回忆叙事中采用单色镜头记录，而是给予背景无声的画面来展现这种述说。但是虽说背景声响被抹杀，人物对白的声道却被保留。其实这样不仅直观地区分了回忆中和现实中的故事，更形象地强调出回忆过程的主观性。这种技法在日本电影中是极其少见的。其实拜一刀与历史上其他侠客的不同之处，正是他无时无刻都带着那个被人误认为是累赘的幼童大五郎。本集就是详细地交代了父子俩共生死的原因。拜一刀让2岁的儿子抓阄定生死，归于父子俩的仇深似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幕在20多年后被王晶在洪七关中再次沿用。而至于大五郎是不是父亲的累赘，相信大家早已不言而喻。欢迎大家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